当世界上的各种物品都可以拿来做成剑，总共50多把花里胡哨的剑，每把剑都有不一样的功能，那么哪一把剑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剑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从来不轻松的小豹，欢迎收看我们今天这一期好剑的视频。好的，那我们首先去制作我们的第一把剑吧。这期生存里面有50多把剑可以制作，玩起来肯定非常过瘾。而在我们这个生存里面，想要制作这些特殊的剑的话，要做一个专门的工作台，这是一个专门用来制作剑的工作台。OK， 我们来制作一下我们第一个剑吧。其实我一直很想知道，就是我们如果拿这个木棍当剑身的话，可不可以制作出一把剑啊？来，我们试一下。哦，制作出来了！哇，观众朋友们，制作出来了！ 攻击力还是挺高的，而且它的攻击速度特别快，你们看，好像和我们普通攻击的速度差不多了。打起马来的速度也特别快，还有横扫直刃的效果，就离谱，感觉这个比普通的实剑都要好用了。哇，这个上来的第一把剑就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惊喜啊，非常不错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地面上的这个泥土，它可不可以做成剑吧？木棍加上泥土。 哦，做出来了，真的做出来了。这个泥土上说的是攻击可以造成一个短暂的失明效果。那这个失明的话，比较适合用在 PVP 里面。不知道怪物被我们失明之后会不会打不到我们？我们先留着好吧，一会儿找到怪物之后测试一下。OK， 然后我们先挖一点石头，去找一下其他可以做剑的东西。哦，这里有一个峡谷，那里有铜矿，铜应该也是可以做剑的。我们去挖一下。啊，底下还有煤炭，看一下煤炭可以做成什么吧。煤炭，来，我们做做看，2个煤炭，一个剑。 哦，做出来了，在攻击的时候会放置一个火把。哇，那这个剑的话，它很适合晚上哎。哎，现在这个底下就有僵尸啊，我们可以去打一下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们先把这边这个铁和铜给挖了。僵尸1号，看看我们这个煤炭剑有什么效果吧。哇，打了一下之后，直接在他脚底放了一个火把。哇，这太方便了吧，直接白嫖火把呀，观众朋友们。但是好像有冷却时间呢，只插了1个火把。哦，或者说它可能是和亮度有关的，只会在比较暗的地方才能插火把。OK， 再来找一下。 还有没有怪？哇，发现了一个矿井哎，观众朋友们，底下有水啊，咱们直接跳下去吧。然后把身上这个熔炉做一下，咱们先烧一点铁。在我们这个地底下的话，它还有黑曜石啊，这个黑曜石想都不用想，肯定是可以做剑的。不过我们现在这个工具还挖不了啊，等一会儿吧。等有了工具之后，我们就做黑曜石的剑。OK， 观众朋友们，我们又烧了几个铜出来。 哎，试一下这个铜剑有什么效果？会慢慢随着时间氧化，然后会造成中毒伤害。哇，这个铜剑会不断变化的吗？这么强？那我们就把它放进背包里，让它慢慢等一会儿吧，看一下等会会变成什么样子啊？哦，然后我们现在的层数比较低啊，在这个第一层的话，可以雕这种深层的板岩。这个深板岩的话，烧一烧之后，它也是可以做剑的。 来做一把深板岩的剑，这个深板岩剑因为它是比较低层的石头制作而成的，所以我们在比较低的层数可以造成很高的伤害。哎，红石也可以做剑，红石也可以做剑。OK， 来到矿井了，哇，咱们身上的剑也太多了，赶紧找点怪物测试一下吧。先试一下这个泥土剑吧，这泥土剑可以让苦力怕失明啊。失明之后他好像还是看得见我哎，哎，他们还是看得见我，我。 失明对怪物没有用，哎，我们只能拿去打 PVP 啊，给它丢了。然后试下咱们这个铜剑，哦，走着走着，咱们手上的铜剑突然被氧化了，哎，打一个怪看看，哇，真的中毒了。哦，我发现了，这个剑的话是我们拿在手上，等一小会儿它就会生锈，生锈之后就可以打1次。来，僵尸，吃我一袖剑吧。不过这个中毒效果持续的时间有点短，这把剑我们测试过了，这铜剑不要了。 好吧，换一把剑。下面一把剑的话是深层剑啊，这个深层剑在我们层数比较低的时候打怪伤害巨高。哎，怎么就5滴血啊？这层数不够吗？23层还要更低一点是吧？刚刚打小白是5滴血是吧？哎，来，现在我们在比较深的层啊，看一下打小白会有多少伤害。1刀，还是5滴血，怎么回事啊？ 哦，不止5滴血了，高了一点啊，有7滴血。哇，观众朋友们，你们看，我们现在这个数值直接就变成了+7攻击伤害。OK， 差不多了，这几把剑都测试过了，我感觉最好用的还是这把木剑，它的攻击速度特别快。那我们再挖一点铁矿，回到主世界吧。这个铁矿的话，还有一个东西可以做啊，那就是铁针剑啊，铁针剑应该特别牛。OK， 把我们身上刚挖的这些铁烧一下，然后我刚刚又挖到了一些青金石。 这个青金石的话也是可以做剑的，还有红石。OK， 青金石剑来了，它会随机获得一个附魔效果，直接就是锋利3。哇，那这把剑应该是我们现在最强的剑了，加8攻击力的话，还是比这个木棍剑要强一点的。来，红石剑，红石剑的话是我们在充能的红石上面攻击可以造成雷电效果，这是什么鬼属性啊？先试一下我们这个锋利3的青金石剑吧。哇，打一下8点伤害，哎，还是挺不错的。然后咱们再做一把铁针剑。 哇，刚好够用。这个铁针剑的话，可以在攻击的时候，
在头顶召唤一个铁针，哎，有点离谱。对了，正好这边有一只鸡啊，我要把这个鸡关起来。他说是会触发雷击是吗？哎，没有生效。这个红石剑的触发条件也太苛刻了吧？哎，就不用这个红石剑了，这红石剑太难触发了。试下咱们的铁针剑啊，我觉得铁针剑应该很好玩。哦，真的召唤下来一个铁针啊，观众朋友们。不过这个铁针下来之后直接就消失了，它本身伤害就已经很高了，打一下之后伤害高的离谱啊，而且攻速也不是很慢。耐久甚至有1500点，哎，可以，我决定用这个剑当我们目前的第一把剑了。哎，正好走到这边的话，这边是有一些沙子啊，这个沙子的话做成玻璃好像也是可以弄成剑的。这个剑的种类也太多了。青金石剑的话先丢掉，这耐久也不是很高，不要了。哎，错了，我为什么要把剑丢掉呀？哎，我可以造一个箱子把这些剑存起来的，当做纪念品也好。我为什么要把它们丢掉？我傻了。哎，这个存档要玩很久的，我差点忘了。哎，我们去地下挖一个小坑当我们的临时的房子好吧？哎，然后我们还有地图啊，我们可以设一个坐标点。哎，藏剑处设置在这个地底下啊，绝对不是我懒得建房子啊，观众朋友们啊，主要是为了防止那些外来者的入侵，懂吧？不是我懒得建房子。厚颜无耻！然后我们这个造剑台，哎，给它准备一个单独的地方啊，它要有排面一点。OK， 然后我们做一下我们这把玻璃剑，玻璃剑可以造成非常微小的伤害，但是会造成流血效果。耐久越低的时候，它的伤害越高。哎，哇，这把剑有一点透明的，还挺好看的呀，观众朋友们。来，我们再出去找点别的东西。这边有甘蔗，这个甘蔗的话也是可以做成剑的。然后水里面的话还有粘土，这个粘土也可以做剑，6个粘土块够了啊，只需要4个就行了。来，粘土剑来了，这个粘土剑好长啊，观众朋友们，好长啊，和我一样长。然后它的话可以造成很高的伤害，但是攻击速度特别慢。12点呢，可还行，这都有我铁针砸下来伤害这么高了。你们看我中心这个冷却条，哇，要等这么久才可以蓄力玩，帅是挺帅的，但是不太实用啊，我们给它放起来吧。哎，咱们这个玻璃剑还没有测试啊，再去找个怪测试一下玻璃剑吧。玻璃剑是耐久越低，它的伤害越高，对吧？哦，开始流血了，开始流血了。哦，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，哎，直接流血流死了。然后它的耐久只有32啊，一下子就用完了。来，我们消耗一点这个剑的耐久，等它最后1点耐久的时候，我们去打一下马，看一下马可以流多久的血。OK， 我们打了一会儿怪之后，把它的耐久打到了最后2点，看一下我们这个剑可以让它流血多少啊。OK， 流血效果结束了，除了最开始扣的3点的话，就是22减6，一次扣了16点血，哇，那这个伤害的话应该是目前为止最高的了啊。不过耐久很低的时候打一下就没了啊，不是很耐用啊，作为娱乐还可以。现在咱们最强的剑还是这个铁针剑，等这个甘蔗长成，我们做 TNT 还有纸剑的过程中，我们先去找一个村庄吧。村庄里面还有一些资源可以让我们做新的剑呢。走走走走，